昭节皇后的死有3大疑点：一、昭节皇后不愿任如意救她，宁死也不肯说出谁是凶手；二、昭节皇后与安帝伉俪情深，但是邀月楼起火的时候，安帝却没有派遣侍卫及时灭火；三、任如意火场脱险后被打入天牢，未经审讯，安帝就判了他死罪。表面上看，安帝是杀死昭节皇后的凶手，实则不尽然。小丫鬟的死5年前，任如意还叫人心。邀月楼，昭节皇后拼死推开任如意，嘱咐她不要爱上男人，但要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平安如意的活着。任如意在手下金媚娘的帮助下，借天牢起火逃离了安国。从那以后，安帝严禁朝野提及任如意，就连6道堂堂主宁远州手下最能干的探子传回吴国的也是关于任如意的错误情报，将任心描述成身高6尺、左脸有长疤的男子。事后，任心按照昭节皇后临终前的遗言改名任如意。任如意的徒弟李同光以为师父真的遇难，不顾性命，抗旨买通守卫，夜夜潜进废墟，企图挖出任如意的骸骨。金媚娘看不下去，找了些尸骨藏进土里，李同光才如获至宝的停了手，偷偷掘了一条地道，把尸骨葬在了昭节皇后的陵寝旁。自始至终，李同光爱的都是任如意。之后，李同光软禁了为任如意做过画的宫廷画师，绘制了几十幅任如意的画像挂在密室里。不仅如此，李同光还收集了任如意的衣服，把它们穿在假人身上日日观摩，无论谁说亲一律回绝。作为安帝的外甥，李同光执掌羽林卫，实职是从3品中武将军，恩宠之龙游圣皇子。他不甘屈居人下，勾结出贵妃，意图谋朝篡位。一天，洗衣女琉璃因撞见出贵妃私会李同光，仓皇之下喊了一声救儿饶命。救儿是李同光的小名，因为父亲是面首，李同光从小就被大皇子和二皇子欺负。任如意告诉他，只有强大的像战场上啄食血肉的兀鹫一样令人害怕，不怀好意的人才会闭嘴。李同光认出琉璃曾是任如意的侍女，恰逢大皇子现身，情急之下他装作正与琉璃欢好，收她做了贴身侍女。5年后，任如意与宁远州做了一笔交易，他教杨莹关于安国的事，宁远州则帮他查害死昭节皇后的真凶。任如意入安，遇到了奉旨前来接待杨莹等人的李同光，为免打草惊蛇，任如意坚决不承认自己就是任心。李同光不死心，命琉璃赶来确认任如意是不是任心。金媚娘装作无意路过，与琉璃偶遇，没谈几句，琉璃便问金媚娘任心的去向。闻言，金媚娘不置可否，只说李同光待琉璃是看在昔日任心的情分上爱屋及乌，若任心还在人世，琉璃便要退后一步了。琉璃听进去了金媚娘的攻心之语，后来教场相见，琉璃告诉李同光，任如意的身上没有任心应该有的伤痕，两人只是形似而已。李同光虽然对琉璃的话半信半疑，但当他日后和任如意相认时，第一时间就把琉璃视作了叛徒。大皇子勾结陈鬼刺杀李同光，琉璃力战，伤了几倍，站不起来了。李同光赞琉璃是忠仆，送他去了外县休养。任如意杀死陈鬼，引起了朱一卫指挥使邓辉的警惕。邓辉从琉璃入手，将他掳走，挑拨他和李同光的关系，说他只是任如意的替身。琉璃被戳到痛处，崩溃后说任如意还活着，并且和金媚娘有联系。邓辉见琉璃已没有利用价值，让人把他丢在路边。杨颖等人路过，将琉璃带了回去。李同光不相信琉璃，要拷问他，还说之前留他在身边都是因为任如意。琉璃万念俱灰，在李同光的随从要拖走他时，用尽全身力气撞上了李同光的剑刃，说自己不只是任如意的侍女，还是一个会伤心会难过的人。李同光仍不解恨，命人把琉璃拖出去鞭尸示众，让部下看着被主之人的下场引以为戒。昭节皇后死亡的真相，琉璃至死没有说出任如意就是任心，给任如意查出昭节皇后死亡的真相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任如意催眠了二皇子，了解了部分真相。他刚从墙头跃下，便有蒙面人袭来。几个回合后，任如意制住对方，听见李同光惊喜的声音传来。几天前，
李同光通过陈鬼师手上的伤猜到了任如意还活着，他料准任如意会找二皇子，于是守株待兔。打斗间，任如意使出独门绝技顾盼生姿手，更是证实了李同光的判断。任如意抵不过李同光的哭求，终是与他相认，问出了剩下的真相。再结合六道堂的消息和二皇子的口述，昭节皇后的死因昭然若揭。昭节皇后与安帝少年夫妻，当年若没有昭节皇后所在的沙东部的全力支持，安帝不可能凭借战功打败三位皇兄而登上帝位。5年前，安帝欲攻打吴国，向楚国借兵1万，提出的条件是迎娶19岁的文喜公主为后。但是安帝曾许诺永不废后，因此他向二皇子许以太子之位，希望他能劝说昭节皇后退居妃位或者出家为尼。彼时大皇子刚与汪国公的独女订婚，而吏部侍郎陈连的妻族与汪家关系密切。陈连上书弹劾昭节皇后的2个弟弟抢夺他人草场，安帝拨了3000匹良马给昭节皇后的父亲，表示只要沙东部不干涉后位，即刻免除昭节皇后2个弟弟的死罪。摇月楼起火，安帝明知昭节皇后在里面，却无动于衷，最大的原因就是昭节皇后的死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利欲熏心的二皇子也去见了昭节皇后，昭节皇后拒绝了。他在与安帝初见的邀月楼设茶，请安帝面谈，但安帝自知理亏，昭节皇后等了整整3个时辰，最后等到的是亲生儿子以他名义起草了退位诏书的消息。从来没有人想过昭节皇后不单是皇后、母后，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可以不用为了任何人的利益做出让步和牺牲的人。让昭节皇后想不到的是，就为了1万兵马、一个立太子的承诺，她的丈夫和儿子竟然联手逼她。昭节皇后在意的不是封印，而是至亲至爱的背叛。她对安帝和二皇子彻底绝望，因此不愿接受任如意的救助。安帝之所以立刻把任如意定为杀人凶手，不肯听他申辩，也是因为自己心虚了。昭节皇后放火烧了邀月楼，以皇后的身份堂堂正正选择了自己最后的归宿。不久，文喜公主守孝，婚事泡汤，朝中立大皇子的母亲为后的呼声一度高涨，但安帝当众斥责了他，他闭门思过不久便一病而亡。同样的，安帝根本不承认立二皇子当太子的事，反而纵着大皇子和二皇子斗，以此平衡朝局。5年后，任如意决定替昭节皇后复仇。二皇子当年尚未及冠，又是昭节皇后唯一的骨血，任如意下不去手。而昭节皇后的父亲已于3年前去世，一直以来大皇子都是通过孙远和陈轨联络。孙远的酒宴上，任如意假扮舞姬，给汪国公献上了夹杂碎金的果子，汪国公痛苦而死。随后任如意冒充陈轨亲信吉祥面见大皇子，说陈轨留下遗言，二皇子既然已经知道了他们杀李同光嫁祸的事，不如乌其谋反，把二皇子的罪名坐实。大皇子深以为然，若二皇子不在，安帝只剩他这么一个成年皇子，就算知道了真相，出于江山稳固的考虑，也只能选择哑忍。任如意在二皇子的密室里放了龙袍，通过李同光及时示警，二皇子把龙袍换成了祭奠昭节皇后的凤袍。大皇子拉着安帝去抓二皇子，偷鸡不成蚀把米，最终称病出京疗养。任如意等在路边，一剑刺向大皇子，大皇子托汪世子挡剑，银剑穿破汪世子的宽袍，从他腰间擦过，刺进了大皇子的身体。任如意带着大皇子去了昭节皇后陵前，那里早已摆上了汪国公和陈连的人头。昭节皇后大仇得报，人生莫作负人身，100年苦乐由他人。小丫鬟琉璃虽死，却给任如意调查昭节皇后的死因争取了时间。昭节皇后为情而死，因此至死没有告诉任如意是谁害了她。可叹的是，哪怕是临终遗言，昭节皇后让任如意生孩子，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男人身上，却没想过女子可以不依靠男人和孩子，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